帝都金融民工手搓出来一辆皮卡房车，为了给车年检，第一次把房箱卸下来，有点辛苦。给蚊子叮了一晚上。小猪佩奇。大家好，I'm Mrs. Gary。今天来房箱里面先收拾一下，因为呢，准备今天晚上我就要把这个房箱第一次从这个车里面卸下来。因为就是这个房箱呢，对于皮卡车来说，它是一个货物。按现有的标准来说，货车其实是每年要年检的，因为年检的时候，皮卡车里面的货物你不能连着车一起去检查嘛，所以我要提前把这个卸下来。那卸下来之前呢，首先我想到的是，这个房箱它实际上是靠4个支腿撑起来的。那肯定是房箱的重量越轻，对于这个装卸的难度会越小，所以过会儿准备把清水先排一下，然后其他的东西就没有什么了，因为黑水箱就是现在也是没有水，包括其他的电池这些东西都不用卸我只是把房箱会整体的抬起来。我后续会去找一个空旷的平整的场地，作为拆卸房箱临时存放的一个场地。应该就可能停1天左右，然后大概是今天晚上会开办，还是挺期待的。Later that same evening， 晚上呢，现在把这个车停到这个平地上，有一点黑，但是比较好的点呢，是我之前不是装了这个户外的灯吗？还可以都打开，后面也可以打开，对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几个这个支腿就可以拧上了。实话实说，有点后悔啊，因为我没想到晚上天这么黑，因为我现在印象里面还是夏天呢，但现在8点多已经这么黑了。然后我也大概拍一下现在在做的事儿，就是呢，这房箱一共有4个支腿，每个支腿是靠6个螺栓相连，连完以后呢，这我就可以通过拧这个把这个升起来，然后4个支腿都往上升起来。一点间隙以后，这个车就可以开出去了，就这么个情况。对，现在4个支腿都装好了，然后呢，那个我等孩子妈过来帮我看一下，因为它这个东西我需要把这个4个往上抬，抬完以后车开出来，所以这个开的时候我怕这个带到后面，包括左右的间隙都不大嘛，最好还要有人看一下，所以刚才电话给孩子妈召唤过来。在路上呢。北京现在天黑的已经很早了，我正在准备把箱子卸下来，车子送去年检。现在4个支腿就装上了，就可以那个把这车开出来。给支腿一个特写。应该是没有再连着。把车厢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了，做了几个箱子，专门用来承重。这个我就是挂那个卡扣上，蚊子叮了一晚上。照明效果还是不错的，蚊子都来了。你再说一下你现在做什么呢？现在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，这样车开出去的时候我怕勾着。比如说有的钩子、看看有没有连接。这个我也在拧。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支腿升高一些。4个支腿轮着升高。然后离地我估计可能5厘米、10厘米了，车就它相当于这个就悬空了，车就可以开出去了。看见车起来了吗？
在镜头里好像不是很明显。我能看出来，哎，好像这边比刚才明显一点。你重说一遍。现在就得四边，每边都得轮着转。否则的话，它可能有一个角升得太高，这个不太平衡。可以看一下啊，因为晚上其实拍不太出来，对吧？可以看到，其实这缝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就把这个车开出去，包括前面，看啊，这边都是已经有缝。车子准备要开了，我的工作是盯着后面的这个缝，因为当时房箱是放的比较偏右的，要小心，哎，小心右边的缝别卡死了。现在可以，没怎么动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继续走。小猪佩奇。拍一下吧，反正这个。经过不懈努力，这4个腿全支起来了。我底下也用的加固的桩，支撑。因为主要重心就在后面嘛，所以，其实还是比较稳的，对吧？都推不动。但是呢，以防万一，以防这个有人在前面，比如说拉呀、拽呀什么的，前面我也，先支一下。等过会儿我再贴张告示吧。应该还好，因为明天。年检完了就开回来了。我觉得这4个灯真的装的还挺实用的，幸亏有这4个灯，要不的话这个黑灯瞎火的，其实开不过来。因为用的这个摄像机比较老，所以夜景下好像开不太清楚。时隔好久，这个皮卡终于自由了，后面又空了。那个刚出去又加了点油，反正我觉得这卸车的过程其实还是挺累的，好多螺丝要打，然后而且它毕竟还挺重的嘛，虽然有那些柱子和工具的加持，但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。这样的话，明天我就会去验车，验车完尽快还会再把这个东西再装上，原路装上。